殿下，这个力度可行？真千金云汐月一帆风顺，书中好男儿皆拜倒在她的16裙下，她却选择嫁入东宫，母仪天下。而假千金云起被将军霍萧休妻后，遭世人唾弃，死无全尸。攀附不成就写个破话本来讽刺你。我们殿下哪里有书中的云起这般蠢笨？他所说非论成败，唯讲规矩，教女子如何笑，如何哭，怎得众徒而亡？好像这女子只有相夫教子，觅得良婿，才算是赢家。殿下无需这种攀附之辈计较。本宫偏要计较，告诉那写书人，要写就写女子亦能比肩过男人。是。怎么回事？谁这么大胆，敢把本宫吊起来？云起，你个冒牌侯府千金，为了嫁给将军，竟用下媚药这种阿杂手段！冒牌货，下媚药？难道我抄话本子里了？那话本里，那云起是靠下药想和霍萧春风一度。虽然霍萧没从，但是为了云起的名声，还是娶了她。但在大婚之日，这云起假千金之事东窗事发，那我这媚药岂不是我给我自己下的？谁把本宫的脸糟蹋成这样了？云起想故技重施，可惜又等不到霍小姐，伤心欲绝，上吊自杀，一心求死。将军早把休书送到侯府了，老夫人下令叫你快些滚，莫要再纠缠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老娘是病猫啊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当老娘是病猫啊！对不同的男人，就要用不同的手段，何必上吊自杀？简直是作践自己。世人皆想看本宫笑话，但本宫偏不如你们愿。真是蠢货！这春药从来只是助兴的情趣，不是绑住男人的手段。现在可好，搞得本宫不上不下的。不知道霍小能不能扛住我这药性？是没有，看来我还要再给你下2颗。
我要见你们家将军。将军，他不像先前那般浓妆艳抹，倒也清新脱俗。你找我来做什么？你对我用苦肉计无用，我最厌弃的就是你这种蝇营狗苟之人。你这种女人，最是无耻。先前背地里给我下媚药，逼我娶你，今天又换了妆容来勾引我。云起，你不过就是想用卑鄙手段留在将军府罢了。原来将军喜欢这样。原来将军喜欢这样。胡闹！云起，别白费心机了，我已经休了你，你留不下来的。云起，你竟敢绑我！将军英勇，我又怎能真的绑住将军呢？你怎敢如此对我？都说将军在战场上英姿非凡，不知道换了个地方，还是不是一样？你疯吗？还有更疯的呢。老夫人，姐夫呢？还没走？老夫人，将军和夫人在房里说话。什么？萧儿在屋里？我给将军下药，不是给自己谋出路，是因为我爱慕将军。什么？若不费尽心机，我怎能有机会像现在这样，能与将军这般亲近？你居然还是将军！绝对不行，不能让那狐狸精勾引我家萧儿。别进来！萧儿，为何不让母亲进去？你们在做什么？我和他有要事要谈，母亲不必担心。那女人就是骗子，可不能都恻隐之心啊！你方才所言，可是真心2年前，将军打胜仗归来，我便对将军一眼万年。我日日都盼着能与将军见面，所以我学习兵法。可是那个太难了，我都看不懂。我知道上次的事情是我错了，如果将军执意要休掉我，
我也心甘情愿。你先起来。没想到你尚是处子之身，虽然我们没有做到那一步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对你负责。倒是没想到你与坊间传闻的生性放荡完全不同。那我们继续。这是什么？走。你又给我下药！你又骗我！你又给我下药！你又骗我！我就是想第一次跟将军有点情趣嘛。你不过就是想着一次性水到渠成，留在将军府，不然以你侯府假千金的身份，如何在这世道存活？我想跟你亲近，就是单纯的想跟你亲近。我云起想要什么东西，根本不需要男人。傍晚前，你自己去收拾东西吧。你我二人，从此再无瓜葛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想捆绑在一个男人身上。再见吧，霍萧将军。也没什么好拿的。霍七，将军有何吩咐？暗中护送他回去。是。小姐，我们离开将军府之后去哪儿呀？兰香呢？兰香捅穿宁下药之事之后，就提着包袱回侯府了。叛徒！我绝对誓死追随小姐。穗禾倒是忠心，不过霍萧说的对，女子若想存活，得先有个身份。回侯府。小姐，咱们都被侯府赶出来了，可怎么回去啊？怕什么？穗禾，待会儿请你看出好戏。奇耻大辱！先是被揭穿是冒牌货，又传出给将军下药，被休弃出府。我怎么养出这么个不知廉耻的蠢货？我早就说了，该让月儿上花轿进将军府，这下好了吧？侯府啊，成了满京城的笑话。云起，你霸占了我的千金之位，拿我当丫鬟使唤了这么多年。还抢了我的好亲事，难道被休了还能回府？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。老爷、夫人，小姐这么多年来被云起欺辱，受尽搓磨，这一身伤都是证据，还请老爷夫人严惩云起。兰香，你别说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都怪我从小被歹人所害，没能在娘亲身边尽孝。夫人，小姐如今已是日日梦魇，再见到云起，定又要受惊的。月儿，你放心，娘亲定不会让她回府。看来不能随娘亲的愿了。一个假千金，被休了还有脸回来？你敢打我！云家一日没在族谱上给我除名，你就得一日跪着唤我一声大小姐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妄议主子？兰香毕竟是西月的丫鬟，姐姐打她就是在打我的脸。姐姐打她就是在打我的脸。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狗，我差点把你给忘了。云起，你放肆！娘。之前你伤了我月儿的账，我今天一并跟你算，跪下给月儿道歉。我伤了她？
娘，我没事。姐姐一贯冲我撒气惯了，爹爹和娘亲，我要和姐姐有了嫌隙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妹妹，你下次想伪装伤口的时候，记得加点什么猪血呀、鸡血的，这样才逼真。娘，我疼，姐姐弄疼我了。够了！帮我们疼你护你，没想到你竟如此恶毒。如今身世你也知道了，侯府也不会再留你。爹爹的意思是要赶我出府吗？那不妨先看看这个。这写的什么玩意儿？他这写的是什么？是爹暗结党羽，私通罪，私设兵器，私藏罪犯，辱骂皇上的罪人。本侯何曾做过？爹爹没做过呀，这些都是我编的。可当我编的这些话一句一句的说出去的话，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你说，要是皇上听到了这些话，就算皇上不信，你们君臣之间恐怕会生了嫌隙。到底想怎样？我要爹对外宣称认我做养女，这府上上下都要唤我一声大小姐。启光院我就让给二妹妹，我要西偏院的竹影轩，身边只要穗禾。绝无可能！爹爹这个表情，不是想要杀了我吧？我敢跟您开门见山，自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。侯爷，爹爹，您觉得呢？照你说的办。谢谢爹爹，女儿告辞了。云起，你无法无天了你！娘，难道就要将她留在这府里？你放心，娘一定想办法把她赶出府去。小姐，这院子怎么破败成这样？小姐从小经过，哪受得住这种委屈？你家小姐都还没哭，你怎么还先哭上了？我们马上就有家了，咱们一定做大做强。小心小心！放心，穗禾，以我的手段赚点钱还不容易吗？大小姐，我们二小姐请您去一趟。小姐，不能去。财神爷来！这个。姐姐来了，乔姐姐穿的比府里的丫鬟还要朴素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岂不让人笑话？比不上那些麻雀变凤凰的人，刚掉进凤凰窝里没多久，什么都爱往头上戴，简直是让人贻笑大方，东施效颦。从来都是姐姐享受，如今也该轮到我了。本想施舍你一番，让你挑选喜欢的几样带走。既然你不领情，那就领情？怎么会不领情呢？妹妹才当了侯府千金一天，就这么给侯府撑脸面，
姐姐要向妹妹学习。穗禾，在，去把首饰台上的首饰，还有那边衣柜里的衣服，全都给我装起来。好嘞。你不许动我衣服，还看什么？赶快拦住他呀！哎，你要言而无信吗？我说几件，那是几件吗？一件是几件，那几十件不也是几件吗？云起，我要告诉娘亲。随便，反正是你主动要给我的。我是……谢谢二小姐，体贴我家小姐啦。哎，小姐，那还有。这个不行，你干什么？这个我喜欢，还给我！多谢二妹妹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你，云起，我跟你没完！哇，我真是替你开心啊！我真替你开心啊！赛禾，赛禾，这个美男子是谁啊？小姐，您的叔弟。哦不，杨叔弟，靖辰公子呀。而且，您从小到大都欺负他，您忘了？我？原来是那个几个月后会被江南最大富豪沈氏找回并继承家产的孩子。话本里写，他最恨的便是云起，为了报复云起，还做了云溪月的爪牙，日日羞辱云起。云起，你欺负我这么多年，竟装作不认识我。这样的男人得换种训法，训好了以后就是我的摇钱树。老天有眼，恶有恶报。幼时府中老奴污蔑我母亲是用巫蛊之术陷害主母，将母亲赶出了家门，害我再也没有了母亲的音讯。云起，你欺我辱我，只不过是仗着你是嫡长女的身份，可如今呢，你跟我一样，不，你甚至不如我。你这个庶子，怎么好意思嘲讽我家小姐？跪下！手指也好看，就是脾气像小狗。云起，你已经不是侯府嫡长女了，没资格叫我做事。云家已经把我收养，我依然可以是如你欺你的大小姐。就算不是，我让你跪下，你不是照样得跪下吗？你欺人太甚！你不想知道你母亲的下落吗？你知道我母亲的下落？告不告诉你，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不如今晚你来我的房间找我。你耍我！你敢质疑我？我只给你3日，3日内任何一个晚上，你都可以来找我。还是欠条件。昨日我让你派人盯着云起，他之后去了哪里？云大小姐回了侯府，他竟当真有本事。那他今日去了哪里？云大小姐午后带丫鬟出了侯府，先是去了一家酒楼，点了足足要了8道菜。2个人吃8道菜，他倒是好胃口。之后又去了……说，
回将军，云大小姐她去了南风馆。哎呀，云姑娘还是老样子，清风明月，快来伺候云姑娘。云姑娘许久不来，奴家可想死你了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要见齐卓。云姑娘，您知道我们树玉楼的规矩的，齐公子从不接客的。只有对上他的对子，才能见他。云姑娘，不要为难人家嘛。哟，这京城第一大草包，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云大小姐，居然说要对齐公子的对子，可不是嘛？谁都知道，京城云齐无才也无德，从未有人对出过齐公子对出的对子。你想见齐公子啊？下辈子吧。哎，小姐，你哪儿写过什么字啊？咱们先走吧。寒蝉碾玉，枯桐泣露，12栏干空筑月，碎影敲冰，冷箫笼尽千山雪。那我便对。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写字的？你家小姐会的还多着。拿去吧。请云小姐稍等一下。等齐公子见到这草包写的狗屁不通的东西，定会将他赶出去。云姑娘，齐公子有请。不可能，齐公子怎么会看上他的对子？小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刚才写了些什么呀？听说这是齐公子第一次见外客呢。这有些事情啊，只要来财就会知道。等我吗？是。初次见面，云姑娘。孤鹤疏云，断雁横秋。三更漏箭暗催愁，残缸照壁，热酒浇开万壑冰。以鹤云破寒月，用热酒融冷冰。倒是把我上联的孤绝困局批出了烟火暖光。姑娘大才，这是我亲酿的果子酒，请姑娘尝尝。好喝。用青梅浸在3月春露，用蜜柑拌着松针蒸过之后，用雪水封坛，埋在梅花树下。确实，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酒了。这酒的方子我从未告诉过别人，他到底什么来历？云姑娘的名声，齐某略有耳闻，却没料到云姑娘对诗书品酒均有独到见解，可见世人眼盲心瞎。这酒可烈，姑娘谨之且喝。齐公子这么厉害，可找到法子治好你的腿疾了？云姑娘说的，齐某不太明白。我有办法治好你的腿疾。齐某从未和人提起过我的腿疾，你是从何处得知的？难道就不能是我自己看出来的吗？齐某寻遍世间名医，都没有办法治好我的腿疾。云姑娘却能一眼看出，擅自打探我的消息，可是会让你惹上杀身之祸。你可以不信我，但我是真心心疼美人啊。云姑娘打算如何为我治疗？诊金多少？我好晕。旁人都说树玉楼的齐公子生得倾国倾城，见此容颜，死而无憾。云姑娘，你醉了。
人生能得几回醉？今朝有酒今朝醉。有这样好的酒，自然该享受在当下。享受当下，我倒是不如云姑娘洒脱。霍将军，我们家齐公子正在会客，不是很方便哟。你看，要不等一会儿？哎呀，痛死我了！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？霍将军未经允许就擅自闯入，是否太过失礼？你把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客人贪杯喝醉了，起身时险些摔着，我帮忙扶着了。霍将军以为如何？既然他喝醉了，那我就有责任送他回侯府。可齐某听闻霍将军新婚第2日便休妻了，这云姑娘如何？霍将军管不着吧？我有责任护她周全。霍将军这是后悔了？我做什么，就不劳齐公子费心。看来齐公子已经找到对夏灵之人，这次行云流水，肆意潇洒，难怪齐公子不喜欢。霍将军就不想知道对出夏灵之人是谁？与我无关。你们好吵啊！霍萧，你也是来这儿喝梅子酒的？一定要尝尝这个酒，特别好喝。云起，你跟不跟我走？愿意，我愿意跟你走。这是云起姑娘自己的选择，我们2位就不打扰齐公子了。虽然我们没有夫妻之实，但毕竟也算有肌肤之亲。若你开口求我重新娶你，我或许真的会考虑重新迎娶。你别多想，只是觉得我应该对你负责。将军，我怎么会在你车上？去书玉楼那种地方，名声不要了。将军，你已经把我休了，我去买醉还不行啊？再说了，像我这种名声败坏的女人，去风月场
又能怎么样呢？何必在乎别人？而且，你若是真放了我，怎会还是处子之身？将军已经把我休了，我们是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去哪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倒是将军，为何出现在树玉楼呢？我只是顺路把你样东西。这簪子还有必要特意还给我吗？那我就先谢谢将军了。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你。你当真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我还真有话要对你说。什么？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什么？如今我身无分文，若是将军觉得我被羞可怜，就可以用钱砸死我，我不介意的。你缺钱还能见得到齐卓？我用的不是钱，是才华。有才华。看来将军无意借钱，我就不打扰将军。等一下，我送你回去。不必了，既然我已经被休，那我就要有下堂赋的自知和将军避嫌，省得影响将军再找第二春。就这么兵符水洗，那什么爱我一眼万年这些话，我真就是在骗我。2年前，将军打胜仗归来，我就对将军一眼万年。我又何时说需要你避嫌？嘣嘣嘣嘣嘣，嘣嘣嘣嘣嘣。院子破成这样，厨房也是些见风使舵的，这些怎么能吃呢？小姐哪受过这种委屈？确实没受过这样的委屈。三少爷，暖床的来了。我听你的，来了。你现在就告诉我母亲的下落。过来。跪下。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求你告诉我母亲的下落。你来之前沐浴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去帮我暖床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天气这么冷，这连个暖炉都没有，我睡不好觉。你先去把那被窝给捂热了。弟弟，生来不就是给姐姐暖床的，不是吗？云起，你别太过分。虽然我们只是名义姐弟，但你也不该如此羞辱我。你做还是不做？我只说一次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母亲的下落。
你要做什么？暖的差不多了，你收拾收拾，可以滚了。你居然只把我当暖床的物件，用完就丢！不然呢？走的时候帮我把烛火熄灭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告诉我母亲的下落？你怎么了？腿疼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端着你的大小姐架子不放？难以下咽。当初你吩咐下人饿着我的时候，可想过有今天？这就叫恶有恶报。小气。扁豆卷，我记得你惯吃这个。这么晚了，你从哪里偷来的？厨房？有何惩罚，我自己承担，与你无关。要不是怕你没说出母亲的下落，就先饿死了，我绝不管你。好吃。真是一只口是心非的小狗。唉，昨晚睡得真好，还是有给我暖床，睡得舒服呀。小姐，夫人把全城有名的裁缝都叫进了府，说是要给二小姐做新衣裳，让她大出风光呢。为何？今早安远伯爵府给二小姐送了集会帖子呢。话本里，云溪月就是在这次集会上一鸣惊人，在他的衬托下，我这个草包冒牌货连他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届时萧云舒想把我从侯府赶出去，就不用顾及名声了。我们也去看看。不行，小姐，安远伯位高权重，侍卫看守极严。小姐要是没有请帖，恐怕是进不去的。没请帖，那我们就抢一个。小姐打算抢谁的？世子，都打听清楚了，和咱昨日回京听到的一样，那位确实不是侯府亲生的，真千金已经被寻回来了。哦，2年前这云起当即羞辱您，说您不配喜欢他。我呸，他好到哪里去了？霍将军新婚第2日就一纸休书送去了侯府，如今成了声名狼藉的弃妇，真是活该。2年没见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哎，嘿嘿嘿，小娘子出手挺阔绰呀，不如分兄弟们点酒钱？光天化日，你们到底想干嘛？装什么糊涂？有钱给乞丐，没钱买命。快把钱袋交出来！姑娘要是不交的话，那哥哥们可要亲手搜了啊！来人！救命啊！来人！那儿怎么那么吵？哎，你叫破喉咙也没用啊！好像有人强抢民女，走去看看。哪来了你？英雄，救我！找死！
师姐，您饶命啊！我要早知道他是您的人，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啊！意思是换了旁人，你就敢了？不敢赌，不敢赌！快滚！要是再让我看见在这里边晃悠，我就把你剁碎了喂狗吃！出门在外，钱财不可外露。谢谢世子。别和我客气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兴许是刚才我崴了脚。你说你一个姑娘家，出门在外还崴了脚，你要是没碰到我，你怎么办？罢了罢了，好人做到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在何处？我遣人把你送回去。我叫齐允，家父是礼部员外郎齐明轩公子。我的车就停在西涧那边，能否劳烦公子派人通知我的丫鬟，让她来这儿接我？刚才我丢了东西，实在是太着急了。你丢了什么东西啊？是安远伯爵府的请帖，不知道请帖丢在哪儿了。昨日回京，安远伯爵府侍送了记名竞卖会的请柬。那张帖子对你很重要吗？听闻这竞卖会所得钱财皆用于灾民，我本想将自己一些珠钗捐出，以表好意。这世间难得有你这么善良的人了。阿福，我的这份请柬送给你。可是世子要是给了我，届时你要如何赴会？哎呀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到时候就说我丢了帖子，让安远伯再送我一份就是。再说，我本来也不是很想去赴会。您怎么这么好啊？您不仅长得帅，武功高，人还这么善良。若是没有世子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小姐，东西我没找到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方才幸得这位公子搭救。举手之劳，你回去记得给脚踝上药。我记下了，谢谢世子关心。那小女子告辞。啊。世子，您笑什么？公子这是开了第二春呐！继云起之后，这是第一个让公子心动的姑娘了吧？滚滚！谁说本世子对他心动了？还有，以后不许再提云起。也不知道是谁让我这么认真。别笑了，你瞅你那样。随和，多给他们拿些银两，方才他们辛苦。好嘞，来，谢谢，谢谢啊！二位，今日的事情一定要帮我保密。保密？我都啥样了我？哎呀，行了，加钱就行。姑娘，以后再有这种事儿，记得叫我们啊。走了。小姐，您的脚伤？补充的啊？小姐，你演技真好，奴婢差点又要被你骗了。只是你用假身份骗他，那竞买会的时候不怕被他发现？怕什么？再说他就算知道了，又能拿我怎么样？咱们东西不是到手了吗？2年前我跟他关系就那么坏，我也没想过要跟他缓和关系。也是，不对，小姐，那以后我们若是要再接触谢家势力时怎么办？
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呀。放心，如果到那时候，那我就继续骗他。走。是。任国公府这混世小霸王怎么来了？他不是最厌繁文缛节，从前连宫宴都敢缺席。听说他和那云起是青梅竹马，当年被当众羞辱后就恨之入骨。幸好今日请帖没给那冒牌货，不然啊，准要闹翻天。世子爷，您向来不是不爱参加这种聚会吗？您这是要找谁呀？哎，礼部员外齐明轩家的千金没来吗？礼部员外齐明轩，世子是不是记错了呀？齐员外他只有一个儿子，没有女儿呀。他不是有个女儿叫齐云吗？他也收到了今日集会的邀请帖。回世子爷，齐员外他真的就只有一个儿子，叫齐桓，这不就坐在那边？这个女人居然敢骗到小爷头上，我不信你不来宴会。那位女客是谁啊？好生不俗，花了4个时辰打扮，就是为了给所有人留下难忘的印象。今日过去，所有人都只会记得我。你就是永安侯府认回来的西月小姐吧？瞧瞧，这眉眼间生得多标致，不像从前那位披金戴银，俗不可耐。妹妹这发饰精致又衬气质，到底还是真千金气派。那个冒牌货带再好的东西，也都是个插凤毛的麻雀。好在呀，从今往后，麻雀再也没办法在咱们面前蹦跶了。各位姐姐过誉了，西月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好？瞎说，这身打扮都比不上那女骗子。好热闹呀！这声音和那天的齐云一模一样。齐云奇，那女骗子居然是你！姐姐，你怎么会来？你不是没有请帖的吗？云起，你一个被侯府抛弃的假货，没有请帖竟敢擅闯安远伯爵府，也不怕臊得慌？谁说我没有请帖？没有请帖，我怎么进得来呢？是因为被羞辱，所以要来这里攀附他人吗？还敢嘴硬！伯爵府的请帖只给了西月一人，何曾给过你？姐姐，你这请帖怕不是偷的吧？来人，把这个小毛贼给我赶出去！他的请帖是我给的。霍将军，该不会是故意维护云起才这样说的吧？霍将军，我知你心软，可今日王公贵族众多，若因你袒护，让姐姐又像上次给你下药一样，做了错事，可就不好了。霍乔，你我已是陌路的关系，再说我的请帖本来也不是你给的，你就这么不愿再和我牵扯了吗？我就说，果然你的请帖是偷来的。他的请帖是我给的。好样的，齐云。谢世子是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承认被我耍了？谢世子，您平时对云起不是恨之入骨吗？怎么会给他请帖？本世子的事用得着你管？跟我走。
谢凌雨，你弄疼我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弄疼你？你费尽心机，蒙面纱妆偶遇，就是为了骗我的请帖。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没认出你。你要是能给我的话，我还用骗你？这么说，还是本世子的错，骗子！2年不见，你竟然比这些更……你一定要吵得所有人都过来看咱俩吵架吗？安静点嘛，你也不想被别人误会成谢世子对我余情未了，死缠烂打吧？云奇，小妖杀了你！霍将军，他打我。谢世子，我不管云起以什么方式惹了你，她不过只是一介弱女子，你强行将人拽入此处，太欺负人了，未免有一些太失风度了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她了？你要杀她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小妖，霍将军，你问我，我还要问问你呢。你不是早把他休了？你又有什么立场问我？我和他如何，又与你何干？我身为一名将军，保护每一个人是我的义务，更何况一名女子。谢世子，你若是再不离开，休怪我不顾同僚情面。谢将军，您真好。云奇，谢凌雨今日之辱记下了，总有一天我会还回来的。知道自己仇家多，以后就少到处惹是生非。你现在不比从前，已经没有侯府庇护，谢世子又不像我这样好脾气，以后还可以随时任你欺负不还手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这不是有庇护送上门吗？这世道，女子不能自立门户，若被逐出侯府，纵有千般本事也难以施展。既然权势只在男人手中，那就只好借力。不是说霍将军已经休了云奇，对他厌恶至极吗？怎么会跟着去后花园啊？看谢世子那么生气，都像是被他得罪惨了。我和娘筹备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成为今日的焦点。明明我才是侯府嫡女，为什么会被这个冒牌货抢走风头？为什么？诸位，恭候各位亲临啊！这场竞拍会是以灾区为重，所得银钱都将发往灾区。苏某代灾区感谢各位善意，诸位所见的拍品已准备就绪，竞拍会现在开始。这画本里，云溪月一掷千金，拿下最高金牌奖，不仅扬名贵女圈，还把云起我衬得更加恶毒。萧兰叔便顺理成章地把云起赶走。若我拿下了这个最高的金牌奖，形势就该逆转了。第一件拍品来自西域的流光斩，起步价20两。60两。西月，你出的价格足足比市价高了3倍呢。多花些银钱，灾民们就能多分些粮食，我觉得很值。娘为了让我一举扬名，支了1000两给我，而云起早就被收回所有用途，身无分文，到时候什么都没买，名声只会更差，不就任由我们拿捏了吗？还是咱们西月呀，心地善良，不像某些人，来了拍卖会呀，一件都不买，也不知道舔着个脸来干什么。林姐姐，别这么说，姐姐一向大方，今日来此定也是要为灾民们出一份力的，绝不会空着手走，对吗，姐姐？
妹妹侍奉了我10年，果然了解我。我今日来，就是来撒钱的。既然你要打肿脸充胖子，那咱们啊就拭目以待，看看他能撑多久。这边刘公子出价10两，100两。恭喜我们西月小姐。这都第7件了，拍品啊总共才10件，不知道我们这位云起大小姐怎么还是颗粒无收啊？还不是因为捐赠的物品都太无聊了，根本就提不起对她的兴趣。姐姐，你若是手头紧张，妹妹可以借你几10两，也好全了姐姐的面子。去告诉云起小姐，她看上什么东西随意开价。是。云大小姐，我家将军说，您若瞧上什么，尽可出价。事后账房那边，他会替您料理。不必了，替我谢谢你们将军的好意。帮我把这帕子给他。刚才本世子动手动脚，也和前夫暗送秋波，这女骗子到底要骗多少人？西月，你好心为人家解围，人家可不领情，别管他了，等会儿看他怎么出丑吧。这就是下一件拍品，羊脂玉3绝如意一枚，江南第一玉匠神功路的封山之作，这价值连城啊！无论价值几何，只要能帮到灾民，就是值得的。这可是你们侯府的传家宝，你确实舍得？此物是母亲赠给我的认亲礼物，既为捐赠行善，那就要拿出最珍贵的东西。母亲也是应允了的。云小姐真是又善良又大气，换做我可舍不得。诸位谬赞了，西月不过是略尽绵力而已。那这宝物，本公子可就却之不恭了。300两，300两，还有没有加价？还有没有加价？300两，那可是今日竞拍最高价，比第2足足翻了1倍。云起，看你怎么比过我。同样出自侯府，咱们2小姐啊，出手阔绰，为灾民一掷千金，还把母亲的3绝如意捐了出来。云起大小姐啊，空着手来空着手去，还说是来散财的，我看啊是来画大饼的吧。这倒数第2件拍品，画作一幅，名曰《瑞凤衔珠图》。这哪是什么瑞凤衔珠图啊，分明就是小鸡啄米图。这哪是什么瑞凤衔珠图啊，分明就是小鸡啄米图。谁画的这是？简直是辱没了文房四宝呀！还能有谁啊？当然是咱们的云起大小姐了。全场拍品就她的一件没有漏，不是她还能有谁啊？云起小姐，这瑞凤衔珠图是出自你手？是我呀。你即便不舍得拿出什么珍藏，也没必要拿这幅画来糊弄我们吧？你太不尊重我们了。苏公子，你说这话，我可不敢苟同。这竞卖会的本意就是有人拍下这拍品，所得的银钱用于赈灾，所以捐什么东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价值，才是值得的。就你这破画，扔大街上乞丐都不要，谁会拍？500两。不是说霍将军厌恶云起吗？怎么还拍他的画？祭祠竞拍会历来有规矩，竞拍最高价者可私下约见捐赠者。莫非霍将军是为了见云起才出竞价？600两。谢小侯爷不是对云起恨之入骨吗？怎么也跟着抢？该死的女骗
就算你哭着求我饶了你，本世子也绝不心软。难道谢灵雨是想借机会救归，私下报复云起？700两。凭什么？他的破画怎么可能比我的传家宝还贵？这霍小怎么回事？修都修了，怎么还处处袒护着云起阻挠我？难道他想私会云起，重燃旧情？800两，100两黄金，100两黄金，100两黄金，1000两银子，1000两银子砸一幅破画，疯了吧？180两黄金，让你跟我争，小爷偏不让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位不要吵了。虽然我知道我这幅画画的惊艳绝伦，但你们还是不要伤了和气。这女人真会自夸，要不是为了报复她，我才不会砸钱买幅破画。坑前夫的机会多的是，坑傻子的机会可不常有。这次就让前夫哥歇会儿。霍将军，既然谢世子这么喜欢我画的画，你就承认真美让给他了。你若是真喜欢，下次我画一幅蛟龙入海图，赠送于你如何？他是想和谢灵雨单独约会，也是，他们本就是青梅竹马，谢世子还喜欢我的，就算有些小打小闹，随时都能和好。恭喜谢公子以180两获得瑞凤衔珠图，最后还不是落在小爷手里了。等着吧，我定要好好折磨你，让你哭着叫我。英雄，救我！九老大，我精心筹备多日，捐了传家宝玉如意，他凭一幅破画就拍出天价，今日的风头全都让他云起抢走了。那我撒出去的1000两银子，岂不是全都白费了？接下来我介绍这最后一件藏品——陈年茶饼1枚。隔着10几尺都能闻到一缕清雅茶香，肯定就是画本里云溪月捡漏的雪顶芽了。还有谁比云起还敷衍啊？这茶饼都发霉了，也拿出来捐。裴相叮嘱我，切勿说出此茶的玄妙，静待有缘人。可在场诸多名士，竟无一人识货，只怕这宝物要蒙尘了呀。没有人要出价？200两。我说的是黄金。我说的是黄金。云小姐，这竞卖会可不是开玩笑，叫出的价你可真要付钱的。我没开玩笑啊，我就是要用200两黄金买这块茶饼。云起，闹够了没有啊？谁会画那么大手笔，买一个发了霉的破茶饼啊？谁告诉你这是一块破茶饼啊？难不成它是金饼啊？这块茶饼用的是百尺峭壁古茶树上采摘的雪顶芽，现在已经绝迹了。这是匠人用了上百道工序，费了数年光阴，才得了这一块茶饼。用金银说它，都是亵渎了。你居然懂茶？全京城谁不知道你大字不识，身无长物？那苏公子的父亲可是茶痴，要不你来评价一下？云小姐所言不错，此茶饼乃是真真正正的绝技雪顶芽，价值不可估量。没想到竟是传说中的草包云小姐说穿了此茶的玄妙。没想到云起怎么知道这茶的来历？他不是向来不喜这些风雅之物？就算这茶饼是好东西，那你能拿出200两黄金吗？谁不知道侯府早就不供养你了？他现在这么惨，连这点钱侯府都不给。罢了，本世子才不是什么乘人之危之人，只要他肯认错，我可以少刁难他一些。区区200两，将军府还给得起。林小姐，多虑了。霍将军，我们之间已经和离，怎能让你出钱？那少爷，书玉楼的管家刚刚来过，说那位齐卓少爷要将此物转交给云起小姐。
齐卓怎会给他送黄金？还不多不少，正好200两。难道他们私下再见过？早就约好了。林小姐，现在我买得起了吧？自然，云小姐道破玄机，于情于理，这茶饼自然归您。等下，云起花200金买下这茶饼，那今晚进价最高的东西就是这玩意儿。确实如此。那我花180两买副破画算什么？算你有眼光。本世子回家就烧了它。不知这茶饼是何人所捐？我看大家的藏品都已经拍完价了。这茶饼的捐赠者是裴丞相。裴宪是那个以新科状元入仕2载便任丞相的裴宪。丞相今日公务缠身，未能亲临。云小姐，你今日以最高价拍得，按照规矩，你也可以与丞相私下见一面。2年前，云起当众宣称非裴宪不嫁，却被裴相拒绝，成了满京笑柄。莫不是他是提前知道内情才拍下茶饼？难道他今日是冲着裴宪来的？画本里云溪月花10两就捡漏了此物，还顺便搭上了裴宪。现在我花200金买个名声，不仅让云溪月母女不敢擅动，还拿下了这个宝贝。嘿，真香！今日万众瞩目的应该是我，为什么又被云起几句话抢走了？云起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云小姐，我们将军邀您前往聚贤楼一叙。不去。您就别为难属下了，将军有话跟您说。我跟霍萧不再是夫妻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会让人笑话我的。属下在外面给您守着，求你了，云小姐。好吗？请。将军若无其他事，云起就先走了。齐卓为何送你金子？纵是至交，也极少有人轻赠1箱黄金，除非关系匪浅。那日之后，你们还见过面？将军很在意我与齐公子的关系。你我曾是夫妻，你若是缺钱，可以找我，回头我替你把钱还给他。为何？欠你的跟欠他的有什么不同吗？当然不同。我的钱，你随意挥霍，我也不会知会。但是，齐卓那个人不简单，你若是借他的钱，谁知道日后他会不会为难你？将军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已经休了我，而且还是亲口对我讲我们之间再无关系。在我眼里，你跟齐卓没有什么不同啊。我也是好意提醒，你若不听，便罢了。这些都是打胜仗后陛下赏赐，其中有颗墨翠，出自西南帐里，十分难得，我身边也没有人用得上。你若不喜欢，拿着这些卖了傍身也好。谢谢将军。对了，那个茶饼，你不通茶道，为何要买？是因为早打听到那是裴宪所捐。我一个落魄的假千金，哪有人脉知道这些？将军到底是在意茶饼，还是在意裴丞相？倒像是审问犯人一样。没有拿你当犯人。
那将军把我当做什么？别闹，说是让人看见，恐与你名声有碍，再等等。等什么？我们之前的事情还没做完。小姐，小姐，您在里面吗？小姐，你可真厉害，说要茶饼就拍到了，还把伯爵府的赠品都拿了过来。小姐您放心，奴婢打包的可小心了。果然你早知道有茶饼拍卖，果然是为了见裴宪才费尽心机。在同样的关键时刻翻车2次，再编也没必要。将军，进去，好好伺候你们家小姐。是。小姐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跟你无关，都是命运的安排。娘，是不是月儿太没用了？无论做什么都比不上姐姐。你要我拿去捐献的玉如意那么珍贵，可是却连姐姐的一幅画都比不上。怪娘，是娘找回你找回的太晚了，让那个假货顶替你享受了这么多年。那个贱人在外边花枝招展，他想让娘顾及名声把他留下。娘，月儿不能早早在您跟前尽孝，若女儿早些回来，也能像姐姐一样为侯府争功名。侯爷怕外人非议咱们虐待养女，让我忍着。如今都骑到我头上来了，叫我如何能忍？真以为我治不了他了吗？周嬷嬷，您进臣呀！是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三少爷被夫人押走了，说是要家法教训。他怎么会被萧兰叔盯上？听说是因为夫人怀疑三少爷偷了东西。难道是因为那包芸豆卷？我记得你惯吃这个。这么晚了，你从哪里偷来的？厨房？有何惩罚，我自己承担，与你无关。走。三少爷，今儿厨房丢了东西，有人亲眼看见你昨夜子时一刻进的厨房，那缺的东西可是您拿的。是。虽然你生母卑贱，但我当初瞧你可怜，便将你养在侯府，却不想养出个偷鸡摸狗、不知羞耻的东西。我认错，请母亲责罚。胡说！我见你离开厨房之后，就去了大小姐住的竹影轩，是不是大小姐指使你偷的？偷？从前云起金尊玉贵，如今只是3块芸豆卷，竟也用上偷这个字。他和我一样，都变成了侯府厌弃之人。若不说实话，家法伺候。此事是我一人所做，与云起无关。云起常年羞辱云近臣，竟没将罪名推给他。你可要想清楚，这偷吃祖宗的贡品可是大不敬。少说鞭笞30，你好好想想，担得起这个罪过吗？什么贡品？把东西呈上来。是岭南的贡菊，运了7日，换了无数次冰镇着，这才运来30个。可是都被啃得只剩空皮，
让侯府拿什么来告慰祖宗？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给我想清楚。我从未见过这些贡具。我去厨房只是拿了3块芸豆卷。你还不承认？这橘子昨天在厨房关得好好的，这厨房可是只有你一个人进去过，不是你，还是谁？周嬷嬷，你素来克己守礼，我想你也不是贪这口金贵果子之人。如果是云起指使你偷的贡菊，大可以告诉母亲，母亲自然会为你做主。主母若要折腾我，打我便是，何须如此大费周章？他们想陷害的，另有其人吗？母亲，我只是去厨房拿了几块芸豆卷，橘子之事我并不知道。此事也并非云起干的。三弟，姐姐从前多番欺辱你，你为何还要如此袒护她？人证物证都无，你为何一口咬定是云起偷的？如果真是他，那我绝不放过他；若不是，我也绝不攀扯。好啊，你既想充英雄替人顶罪，那我就要看看，究竟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侯府的家法硬。来人，家法伺候。哼，老爷，老爷以为如何？父亲向来注重规矩，如今贡品被偷，即便不是为了我，为了祖先，或许会查一查呢。既然坏了规矩，理应惩罚。动手吧。老爷，你看他挨了20几鞭还不认错，你说这是跟我斗气，还是跟祖宗家法斗气？那就继续打，打到他知错为止。是，老爷。住手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姐姐，三弟偷吃了厨房祭祖用的贡菊，爹爹问他却不肯说，这才动用了家法。云剑尘竟然没嫁祸给我，书里他不是一逮到机会就要踩我一脚吗？此事与你无关，你来做什么？此事虽然与女儿无关，但女儿愿为爹爹分忧。这菊类水果香气特殊，留香甚久。若是三弟偷吃的话，为何三弟来找我时身上并无菊香？许是他从未见过此等珍贵的果子，一时贪嘴全吃了吧？哼，贪嘴，一口气吃30个橘子，30个吃在肚子里，这可不是贪嘴，是不怕被撑死吗？对，既然不是一个人吃的，那必然还有同伙。娘亲不必疑神疑鬼的，女儿在书中看过，说是这橘子性凉，若大量食用，跟生牛乳一起同食，其易腹痛呕吐。只要让人拿来生牛乳，一试便知。够了，你连3字经都读不进去，还看什么医书？娘亲要是不信的话，就请府医来，问问他就知道了。我看大可不必。娘亲为此事大怒，必须严查，以正家风。娘亲怕请府医来，该不会是另有隐情吧？我是想，这么小的家事，就不要兴师动众了。再说，近臣已经受了罚，我看这事就到此为止吧。爹，祭祀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这一代，而是为了我们云家的整个家族，未免旁人非议，此事需慎重。来人，去取些生牛乳来，再把府医请来。是，老爷。侯爷，
砂糖菊性寒味甘，多食易伤脾胃阳气。若与生冷乳类同食，二者寒热相搏，轻则腹痛呕逆，重则气血凝滞。竟然真有这种说法！我在来的路上正好让穗禾拿了生牛乳，到底云近尘有没有偷吃？这一碗生牛乳灌下去便可验证。小姐，陈一正，你瞧，他像是吃了30个贡菊的样子吗？三少爷气息平顺，并无腹痛之态。依老朽看，贡菊之事恐怕另有隐情。哎，方才周嬷嬷说话的时候，这唇边像是染了菊汁般，哎，这手上也有，该不会是娘亲您手下的人监守自盗吧？哎呀，夫人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夫人，冤枉啊！荒唐！我屋里的人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还会觊觎这些贡菊？周嬷嬷为讨好萧兰叔，时常欺凌云近尘，萧兰叔一直包庇，现在这把火也该烧回他自己身上了，是不是？喝下去就知道了。啊！哎呀，夫人啊，不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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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快拉下去！夫人，老爷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下人监守自盗，清理干净后即刻发卖出府。你们两个回你们的西院去吧。废物！你还能走吗？能。好的。穗禾，把他带回朱颖轩。是。今日之事，是主母设局陷害你。他就是想借你之手，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我头上。不过，你不是很恨我吗？为何今天的这件事情，不告诉他是我让你做的？做了便是做了，没做便是没做。我也不是维护你，只不过不愿被别人当刀使。但我没想到，你竟然知晓生牛乳与贡菊相克。你当真认为这食物相克会发作的那么快？你该不会……我让穗禾准备牛乳的时候，在其中一个碗里撒了一些巴豆。怎么，觉得我坏？反正你向来如此。还如此吗，小姐？好了，你把衣服脱了吧。你说什么？不脱衣服我怎么给你擦药？你再磨蹭一会儿，背上的血粘在衣服上，撕下来的时候更痛。他会屈尊降贵，帮我上药。算了，即便他另有目的，我本就没什么尊严可言。抖什么？今日你为何要帮我？因为我以为我们是不一样的人。我知道，我是卑贱庶子，自然是不配和你相提并论。
不，我原以为你是一只只会咬人的小狗，没想到你似乎也有血有肉，有自己的想法，简直不像画本里的角色，像个活生生的人。从来都没有人在意过我想什么，也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在意过我的过去。好了，谢谢你。不是谢谢我，再好好想想，你该如何称呼我？谢谢，姐姐。真乖，真不愧是我的好弟弟。既然这么乖，那我就送你一个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上面的钻石都是我一颗一颗镶上去的。这墨翠配上赤金锁链，很衬你啊。这是狗链啊！不然呢？看不出来吗？你戴上这个呀，姐姐就知道你有没有待在姐姐让你待的地方。云奇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？你以为谁都能让我亲手做呀？别人想要这项圈，我还不给呢。我是个人，不是任你呼来喝去的狗。还是说，你不会又想拿我母亲的下落威胁我，逼我戴上这个吧？逼你？我云奇想要人做什么，从来都不用强。你不想要就算了。小姐，三少爷是不是伤得很严重啊？我看他脸上一点血渍都没有。桌子上这瓶药，送到他院子里去，扔门口就行。是。三少爷，云奇，我给你捡回来了。我送出去的礼物从不收回，你不喜欢戴，扔了便是。姐姐，我说过，我从不逼迫旁人。你不喜欢戴就滚。我让你滚，懂吗？疯女人！娘，周嬷嬷照顾娘亲多年，姐姐几句话就骗了父亲，把她赶走了。如果他哪天看女儿不顺眼，是不是也要把女儿赶出去啊？有娘在，不会有人把你赶走。可是贵妃姨母的千秋诞马上就要到了，若是姐姐再借哪位公子的手参演，顺便攀上哪位皇亲，侯府就更没我的容身之处了。那就让他去不了，看他怎么攀附权贵。先前屋里用来对付妾室，能让人毁容的雪龙伞还有吗？回夫人，还有一罐。吩咐厨房从明日起恢复云起的吃食，他以前喜欢吃什么就给他上什么。周嬷嬷不中用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月儿，谁挡了你的路，娘亲都会帮你铲除。芳儿，今日这膳食怎么这般好？夫人特意吩咐的，说从今日起恢复大小姐从前的膳食，所以厨房自然上心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小姐，夫人是不是想通了？对你还是有几分母女之情的，所以现在不想再苛待你了。未必，她以前对我那么好，是以为我是她的亲生女儿。去，把银簪拿来。夫人该不会……小姐，这燕窝，夫人她竟然真的想……
为了自己亏欠的女儿对我出手，没什么好意外的。翠禾，这碗燕窝你偷偷倒掉，别让人发现。等下我们出去吃。是。谢谢公子昨天帮我解围，这是我的谢礼，公子可以看看，喜欢吗？看来与瑞凤咸猪图一样，十分别致。墨迹还未干，你画的？有眼光。明珠蒙尘啊，这画作十分有意境，看一眼就仿佛能把人吸入画里。不过，仅一幅画可不够。齐公子还想要什么？上次霍将军打断之事，云姑娘可还记得？那你先跟我说说，你这腿疾，如果再加上我给齐公子治疗腿疾的药，总该够了吧？你真能治好我的腿？那你要先告诉我，你这腿疾的症状，我才能对症下药。这腿是麻痹症，我曾在阴冷潮湿、不见天日之地待了10年，寒湿入髓，往后每逢秋冬，这膝下如坠冰窟，这些年更加严重，才无法行走。画本中，齐卓是皇后嫡出的七皇子，却因出生时天象不详，3岁时就被送到皇陵守灵，名为祈福，实为驱逐。他的腿疾也是因为皇陵寒冷而患。可是为难，许多名医都断言我这腿没得治，若是麻烦，那200两就当做你陪我解闷了，不必挂怀。若是寒痹症，那就好办了。哦，我且再研究研究。既然你付了我200两黄金做定金，我定治好你的腿疾。先走了。小姐，奴婢在刘嬷嬷房里找到了，每日下在燕窝里的就是这种，我今天偷偷拿了点回来。我看看。小姐，这是什么呀？一种能让人毁容的药。勾栏瓦舍，后柴蒸豆，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个。小姐好歹也是夫人养了10几年的女儿，她居然这么狠心。行了，只要我们知道用的是什么药，就不会被人家暗算。翠禾，明日我们演场戏。怎么样？如何了？小姐，成了。云奇不知道发什么疯，在自己院子里疯了般摔砸东西，肯定是他的脸已经毁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小姐，别走！小姐，姐姐，是我。我的脸，气死我了！姐姐这发什么脾气啊？好好的屋子砸成这样。云溪月，你来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姐姐，你这脸是怎么了？我的脸，是不是你？你是不是报复我？是不是你给我下的毒？你说是不是？姐姐不是我，云奇，休得放肆！闹什么？怎么好端端弄成这样？
定是那云溪月在我的饭菜里下了手脚。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但也是从小养在你身边的人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我侯府里的吃食有专人盯着，哪里轮得到你在这胡乱攀咬？你就是自己不知道抹了什么东西才弄成这样。你要再敢编排月儿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娘，你找人给我看看吧。府医医术无能，宫里的太医医术高明。您带我进宫里看看吧。我的脸都成这样了，以后我怎么出门见人呢？胡闹！你是什么身份？皇宫岂是你随便能进的？娘，明日姨母的宴会，就带姐姐一同去吧，让太医瞧了，也好让姐姐安心呢。月儿，娘，有她这张脸衬托，我才好出风头。聪明，会绵里藏针了。我萧兰叔的女儿果真不会被随意欺负。既然月儿替你求情，那明天就跟我一起去吧。小姐，你的演技也太好了吧！要不是奴婢先前就知道你的打算，恐怕也是要被你骗了。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进宫啊？因为只有在皇家面前承认了我是养女的身份，萧兰叔母女才不敢随意动我。想要立足，只借助他人的力量可不够，我必须占据主动权。这才是我们侯府嫡女的气质，不像那个云起就知道穿红戴绿的张扬。娘亲，云起还没有出来吗？啊，去催催，让他即刻出来，耽误了进宫的时辰，我要他好看。没想到云起竟然戴了面纱遮挡红尘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是谁都看不到他毁了容的脸？这面纱是怎么回事？哪来的妖冶做派？成天就知道在虚头巴脑的事上费脑筋。今日进宫，女儿的脸都这副模样了，必须得遮上一番，不然失了侯府体面。娘，不急于这一时，等到了宫宴上，总有摘下面纱的时候。罢了罢了，我和月儿走正门，你待会儿从旁门出去。对了，要记住，我们侯府的嫡女只有月儿一个人，你不过是侯府的养女，莫要越了规矩。女儿明白。这马车又脏又破，怎么能让大小姐坐？算了，去租一辆吧。小姐，现在租车恐怕来不及了，若是误了宫宴怎么办？小姐，您从未骑过马，小心别摔了。停车！哟，这不是云姑娘吗？怎么好端端的站在路边了？世子爷，我家小姐的马车出了点问题，世子爷也是要去赴宫宴的吧？可否捎上我家小姐一起？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您就别开玩笑了，这是会耽误进宫时辰的。怕耽误时辰，那就走着去呗。穿过3条街就是宫墙，不远。我家小姐身子娇弱，如何受得起这种奔波？我看她平时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区区半个时辰的路程而已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云起从小娇气惯了，哪吃过步行半个多小时的苦头？只要能气到你，我就痛快。如果你要是不想走的话，求我倒也不会不让你上车。穗禾，去租一辆马车，这误了进宫时间就误了，我等着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？你要是错过了皇家的晚宴，皇家会生气的。你这是关心我？谁关心你了？我是等着看你笑话的。哎，
你真的不打算求我捎上你？你就不能像我第一次投吗？谢凌雨，他该不会是要打我吧？要干什么？你肩膀上弄了片梧桐叶。你这么紧张？谁紧张了？谁又稀罕你？自作多情，哼！小姐，世子爷走了，您当真要骑马去？您这肌肤娇嫩，如何受得住这风吹日晒啊？为了他这么个冤大头，我怎么可能会累到自己呢？穗禾，你待会儿追上去，按我说的做。世子啊，真就这么走了，不等云大小姐了？我管他做什么？世子爷嘴上嫌弃云起，眼神却总往车窗边探，分明是等人追上来嘛。世子爷，等一下！停车！世子爷，等一下！怎么回事？我家小姐说她知错了，不该回绝您的好意，还说要为那日的事情给您道歉。他也能跟人道歉？难得有机会看那个小骗子求我，只要他诚心诚意，本世子也不是不可以大发慈悲原谅他这一回。在哪儿？啊，我家小姐就在不远处的茶台里坐着呢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我家小姐脸皮子薄，她说要在没人的地方私下给您道歉。您要是不信，那就算了。我家小姐可说了，她要道歉呀，就只道这一次。罢了，那本世子就给他这个赔罪的机会。阿福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小夏。世子爷就在那边。这破地方哪像有茶摊的样子？哪有人把茶摊开在这破地方？穗禾，我平安扣呢？世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都离开好一会儿了。哎，云大小姐，你们世子说了，让你们另寻一辆马车，让我乘这辆进宫。这平安扣你应该认得吧？这平安扣，世子爷自小便贴身带上，从不离身。少爷尽展神速啊！是的，是的，云大小姐，快请上车。不愧是郑国公府的马车，可比刚才那辆破马车舒服多了。不说只有半个时辰的路吗？正好给你一个锻炼的机会。少你之前故意刁难我，这点小惩罚便宜你。当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连辆马车都跟不住。许是姐姐那匹马年迈，才走得慢了些。是郑国公府的马车，今日来的应当是谢家的世子。月儿，你快过去打个招呼。之前在伯爵府的竞拍会上，女儿就见过谢世子，她眼里只有云起。我去，怕是自讨没趣。哎呀，傻孩子，这云起为了陪笑，早就把谢世子得罪彻底了。你若能得了谢世子青睐，就能让我们侯府和郑国公府重新搭上关系了。月儿明白了。谢氏是百年望族，谢凌雨身为谢家嫡系，身份显赫。日后你若要嫁入天皇贵胄之家，就得在这些人面前多露脸，明白吗？可是谢世子在内，前几日安远伯爵府竞拍会曾见过世子，今日又遇到了，好巧呀！好巧啊，妹妹。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在谢世子的马车上？
还不是因为我的马车太破了，坐不了。正好遇上谢世子路过，他便将他的马车给我坐了。月儿，咱们走，别与他逞一时口舌。娘和你姨母已经安排了重头戏，保证让他狠狠没脸。云起，你把我骗去大马路上，别动手！你自己却坐我的马车进宫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厚颜无耻？区区半个时辰的路程，那你应该感谢我吧，还让你锻炼身体呢。强词夺理。还有，我的平安扣呢？你是不是偷了我的平安扣？姐姐，纵然一直跟谢世子相熟，也不能这般戏耍谢世子，还拿了谢世子的东西，这也太过分了。你该给世子赔个不是。他骗我，关你屁事儿！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是西月唐突了。谢世子这是做什么？西月妹妹一片好意，你何苦尖酸刻薄？你也滚！我要干什么，用得着你教吗？肃静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荣贵妃娘娘驾到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皇后千岁！贵妃娘娘千岁！都免礼，落座吧。今日是荣贵妃生辰，设寿宴同乐，诸爱卿不必拘谨，尽兴畅饮，共贺良辰。谢谢陛下。你不想要平安扣了吗？那就坐我旁边好了。谁要和你同席？你要是不想要，那我可扔了。你，云起明明知道这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还故意拿这个威胁我。等我把平安扣要回来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从前本宫就不喜欢这个草包外甥女，原来是个冒牌货。皇上，臣妾听闻安远伯府举办的记名竞卖会上，臣妾的外甥女云琪捐出了一幅自己画的瑞凤衔珠图，引得霍将军和谢世子争抢，被谢世子豪掷100金拍下。臣妾实在好奇，这画作究竟如何奇妙？今日云琪也在宴上，臣妾斗胆想让这孩子再做上一幅赠与臣妾，就当添个彩头。看来萧兰叔母女打的是和我一样的主意。我想要在皇家面前逼侯府认下我的养女身份，而他们则串通荣贵妃，设计我触怒龙吟，好借皇族将我除名，甚至让我死。这凤凰只待皇后，就以云琪那单亲，画的差了，不仅能恶心一把皇后，还能借机帮姐姐败坏云琪的名声，一箭双雕。哼，云琪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这个笨蛋，之前不骗我的时候不是很机灵吗？怎么现在跟个木头一样？难道真的被吓到了？哪个是云琪？臣女云起见过陛下。你为何戴着面纱？回陛下，臣女昨日感染风寒，今天来大殿，怕影响了诸位，所以戴着面纱，还望陛下宽宥。他病了，那我待会儿就也说他病了。握不住笔，怕勉强动笔，扫了贵妃雅兴，求陛下放他一马。朕也倒想瞧瞧，能拍出100两黄金的画作，究竟是何神韵？你可愿在朕的面前再绘一幅？臣女。陛下，陛下，那幅瑞凤衔珠图是臣子所作。霍将军一向为人沉稳，
怎么会做出那种画作？陛下，那幅画是臣与云起大婚之夜随意涂鸦所作。我们当时约好，他捐我买，只是不知为何谢世子也会对臣这幅拙作青睐有加。谁会对那种破画青睐有加？原来那幅画是霍将军送的。我说呢，怎么从那画中感受到一股铁血锐气，令人顿生敬意。姐姐，你不是说画符是你做的吗？云起，这可是真的，欺君之罪可是要杀头的。回陛下和贵妃娘娘，云起不敢撒谎，这幅画确实是霍将军所画。当时臣女觉得霍将军的画艺不好，怕被嘲笑，所以才说是臣女画的，不想让贵妃娘娘误会了。哎，既然是霍将军酒后随性之作，此事便罢了。陛下，不过臣女最近练习了制丹青之术，如果贵妃娘娘不介意，臣女愿再做一幅画，为贵妃娘娘贺寿。云起，你就这么不愿承我的情吗？我的小祖宗，要是画不好，污了陛下的眼，可是要杀头的。放心吧。皇后，你以为如何？就让他试试吧。画的好坏倒是其次，难得的是这份孝心。来人，备笔墨纸砚。本宫3岁能变墨，4岁便能临摹，7岁即兴画了幅百鸟朝凤，画未干，便被父皇挂去宣政里，引得朝臣惊叹。世人骂我骄奢淫逸，却无人敢说我草包无能。我在云起手下10年，从未见过他修习丹青技艺，不自量力，自寻死路。陛下，臣女画好了。快呈上来。竟敢骂本宫是杂琴！不错，不错。你说近来才开始研习丹青，若不是太过谦逊，那便是天赋异禀。将画呈给朱爱卿共赏。没想到云大人对养女的教导都如此上心。朱爱卿，都欣赏一下吧。这构图，这意境，云起怎么可能是蠢笨之人？侯府有此养女，光耀门楣，实乃幸运啊！不可能，我伺候云起10年，他明明对画画一窍不通。陛下，臣女以这幅金陵瑞鹿图为贺，恭祝贵妃娘娘的寿辰。这孔雀开屏，寓意着盛世之争，代表着娘娘的风华绝代。这白鹿有祥瑞之兆，代表着娘娘福禄安康。你虽是侯府养女，才情孝心却不输他人，朕很欣慰呀。赐东珠步摇1支，和田玉如意1柄，另赏蜀锦10匹，送至侯府。谢陛下。不想到这死丫头10几年，从不知道她有这手，连我都防，真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云起的丹青绝非一日之功，他究竟何时学的？不会是……看来齐公子已经找好对下联之人。这次行云流水，肆意潇洒，难怪齐公子这么喜欢。霍将军就不想知道对出下联之人是谁吗？难道齐卓的那副对子也是他对上的？所以他才被齐卓邀请进屋。可他既精彩绝艳，为何隐藏自己呢？你是什么时候学的画画？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还有这种本事？怎么，被我惊艳到了？该不会更喜欢我了吧？
你怎么总是脸皮这么厚？谁会喜欢你这种坏女人？陛下，揽月台已经布置好，请陛下娘娘移步，为天下祈福。诸位爱卿，一同前往吧。平安扣，还我！生气了？被人像傻子一样被骗去马路上转了半天的人又不是你。还生气吗？生气。真的很生气吗？我与他已不是夫妻，有什么立场管束他？说多只会平白惹人嫌。还生气呀？生什么气啊？你是我祖宗想要的。那你转过身去。你又要干嘛？你不是想要这个平安扣吗？给你吧。我知道这是你娘亲留给你的念想，我可是好好收着的。你转过去，我帮你戴上。用爱感化蒙权有什么意思？让蒙权主动低头，甘愿认主才有意思。镇国公世子不是和侯府那位假千金闹掰了吗？瞧着感情还是很好的样子啊。到底是青梅竹马，肯定说和好就和好了。镇国公府怕是不会让这样的女子进门吧？那你就错了。谢家世子那脾气，他要是想娶，谁都拦不住。他与谢灵雨当众调香，是想嫁给他吗？云起，你凭什么？为什么我都拿回自己的身份了，却还是什么都得不到，什么都被你抢去了？姐姐，今日风大，你的面纱可要系紧一些，我来帮你吧。姐姐，姐姐，你的面纱掉了！姐姐，你的面纱掉了！我还以为面纱之下是倾国之色，结果这么丑，震得人头皮发麻。听说他生性放荡，哪是染风寒，怕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病症。看什么看？再看小爷我把你们眼睛挖出来！云起，你的脸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小心把你面纱扯掉了。你装什么装？要是真那么自责，那你去捡啊！要不要先送你回去，还是叫太医，又或者给你找个新面纱？霍萧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你过来，过来呀！做得好。这是摸狗的姿势。但是我就是这么夸人的呀。我刚刚也帮你说话了。你做的也很好。哼。云小姐，皇后娘娘请您过去说说话。好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安。孩子，你这脸是怎么了？要不要宣太医过来瞧瞧？臣女这个脸，实在是迫不得已了。娘娘，小女的脸已经请了府医医治，府医说不日就会痊愈，就不劳烦太医了。若府医治不好，本宫就宣太医过来看看。谢谢娘娘。话本里，皇后正是在这场烟花会上被荣贵妃污蔑，害死她腹中胎儿，凤位被废，连累太子也被贬，原书男主四皇子才得以上位。既然我来了，结局也该改写了。爱妃呀，这就是朕为你准备的生辰礼——波斯锦烟花，爱妃可还喜欢？臣妾欢喜极了，多谢陛下。皇后娘娘，再美好的东西也会成为一把利刃，
这烟花虽然绚丽，但也不要离得太近，以免火药伤身。你有心了。夫家，夫家！于谦，陛下，臣妾的孩子，陛下，太医，太医，臣妾的孩子，传太医。就算我孩子真的没了，那也要没有的有价值。皇后，你为何要推我？皇上，你要给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我没有。皇上要给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我没有。贵妃，朕亲眼看到你跌倒时，皇后正巧被云起推开，离你几步之遥啊！你又怪我好事。若不是云起，我此刻恐怕有口也说不清。陛下，还不快，抬贵妃去昭和殿诊治！臣等定竭尽全力。皇上，今日寿宴突遭变故，臣妾会妥善处置这里。辛苦你了。哪说话呀？到底哪里得厉害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回皇后娘娘，刚才我是看您有危险，所以在情急之下不小心推了您，避开。只是不小心，就是刚才磕到了膝盖，没关系的，我回去用些跌打损伤的药膏就行了。你这孩子也是倔强。回头本宫会让内务府去太医院取些上好的金疮药送到你府里。看你脸都脏了。娘娘，别动。看你脸都脏了。娘娘，别动。本宫帮你擦干净。如此滋润，比那位真千金更甚，为何要遮遮掩掩啊？他根本没中毒。云起，你故意害我！云起，这些红疹是你自己画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皇后娘娘，你尽管实话实说便是。今日本宫在此，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啊，娘娘，云起她这是……萧夫人，本宫在问云起，并没有在问你。回皇后娘娘，这些红疹是我在进宫前娘亲让我画在脸上的。她说这是西月妹妹第一次进宫，不能抢了她的风头。安侯夫人竟然这么偏心，为了亲生女儿，让养女故意扮丑。就是，都说云起恶毒，要是她恶毒，还能受这等委屈？不知道在侯府受了多少委屈。傻孩子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呢？娘怎么会让你干这种事情呢？你装什么装？刚才云起的面纱不就是你扯的？你们母女两个见不见？世子，你不要怪妹妹跟娘亲。妹妹第一次进府，对我心里有芥蒂，也是很正常的。皇后娘娘，我有多宠溺云起，这是全京城都知道的。想来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萧夫人，以前云起是侯府唯一的嫡女，你自然宠爱她。可如今侯府的嫡女是她，云起不过是你的养女罢了。娘娘，这原是侯府的家事，本宫不便多说。奉劝夫人一句，多个女儿多个福气，莫要厚此薄彼，让旁人笑话了去。娘娘教训的是，臣女受教，
至于云起，本宫会向皇上多求一道圣旨，封云起为县主。谅有了这个名头，旁人也不会欺辱了他去。谢谢娘娘。以后有本宫撑腰，别怕。今日寿宴到此为止，大家都散了吧。疼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小祖宗，那我抱你回去成不成？我来。凭什么？我和他是青梅竹马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早已跟他不是青梅竹马，而他是我霍萧的前妻。谢世子和霍将军争着抱云起，天爷呀，这是什么鬼热闹？一个是竹马，一个是前夫，也不知道云小姐会选谁啊？那又如何？霍将军不过一日夫妻罢了，成婚第2天你就把他休了，你现在还装个什么劲儿？谢公子不也早四处放话，说对袁姑娘厌恶至极？我怎么知道你是要真心帮她，还是要借机伤她？你两位公子莫要争执了，你不如问问这位云小姐的意见。就霍将军吧，霍将军练武的，力气大，请您把我抱回去吧。不识好人心，再关心你，我就是狗。如今因我介入，皇后被废的剧情改变，这只是第一步。我要扶皇后与太子稳坐高位，让他们允我脱离侯府，自立门户。让我看看你的腿。将军，我的伤在膝盖，你确定要看吗？更亲密的事情都做过，还怕我看你的腿？那就有劳将军了。你没受伤？内伤。痛。下次不要再见义勇为了。我给你揉揉。别动。你故意的。是又怎么样呢？我后悔了，不该给你写休书。重新嫁给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好马不吃回头草。你又耍我？将军呢，只是一时兴起，我却不敢再信了。重新嫁给霍萧，不过是换个地方被圈养罢了，倒不如谁也不选，利用他们的兵权、爵位、财富拥护我，自己掌握权势，才能真正的立足于世。将军到永安侯府了，我该下车了。劳烦将军。休书都已经给过了，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勾引我姐吗？小姐，我方才找拐杖的时候遇到了三公子，他听说您在宫里受了伤，坚持要和我一起等您。你自己走回去，怕是2炷香都到不了，还是我抱你？还是我抱姐姐回去吧。霍将军再怎么说，也是外人。不是不愿意叫姐姐吗？今天怎么这么主动？我来吧。好了，那我选一下。就阿晨吧，你把我抱回去。多谢霍将军送我回来。天色也不早了，霍将军，你赶快回府吧。
那不是我赠予云起的木嘴吗？怎么在他脖子上？他是还在怪我给了他休书，所以这样气我。穗禾，去帮我放洗澡水。是，小姐。你还在这干嘛呀？姐姐，你要赶我走？不然呢？别赶我走！那是什么？这是你送我的礼物。你不是扔了吗？你亲手做的，也是我娘走后我收到的唯一一件礼物。让你戴的时候你不戴，不让你戴你又戴上了。什么时候戴上的？在你让我滚之后。既然都戴上了，干嘛不早点来让我看看？怕你只是想看我出丑，也怕你连看都不肯再看我。既然今天你又来了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是想当我的狗？云锦晨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这可是你自己戴上的。我知道，姐姐，别不理我，也别丢下我，求你了。乖，真是姐姐的好弟弟。你要记住哦，就算是弟弟，没有姐姐的允许，犯错了也是要受到惩罚的，懂吗？好了，允许你今天给我暖床，去吧。天亮之前离开，别被任何人发现。好。天未亮便悄无声息地走了，还把这床铺整理得看不出痕迹，一点都没吵到我。看来这只猎犬的爪子已经拔得差不多了。臭奴才，公子被人动过，为何不来禀报？老奴，娘亲，别气坏了身子，此事都怪那云起诡计多端，也不能只怪嬷嬷。够了，你给我滚！娘，现在整个京城都在议论我们，怎么办呀？月儿，人言是最容易引导的，到时候只要推脱是下人看不惯云起抢了你的风头，私自假传命令而为就是了。有人信吗？家宅小事，外人怎么会清楚？贱民蠢笨。大不了到时候我们亲自去慈幼院施几次粥，民心就会掰回来了。还是娘心疼我。那这样的话，明日我就带兰香去慈幼院吃粥。不急，现在的关键是云起得到了皇后娘娘的青睐，还被封为了县主，以后怕是不能轻易动了。娘，月儿害怕。月儿不怕。待为娘想个万全之策，彻底铲除了他。哪有什么万全之策？说到底，都是娘不够疼我。若是她早帮我杀了云起，哪还轮得到她得赤峰？只是不知道何时开始，这丫头变得心机颇深了，连我都好几次差点栽在她手里。待我再筹谋筹谋，娘不肯动手，就自己来。小姐，我们来这药铺做甚？我有个朋友得了腿疾，我要抓一点药为他治疗。小姐除了作画，竟然还懂医术。几位是来抓药还是问诊的？咱们济生堂可是京中最大的药铺，各类药材应有尽有。请问你们这儿有赤炎藤吗？一看姑娘就是懂行的人，
来的也巧，我们掌柜2个月前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从南疆收来一株，今日清晨刚送到这儿来。那请问价格是多少？这赤炎藤来之不易，价格嘛，20两。要20两？那这药材确实挺珍贵的。哎，是20两黄金。20两黄金？小姐，这赤炎藤到底是什么药材，居然贵重于此？这赤炎藤生长在火山深处，药性极热，对于治疗寒症和痹症有奇效。只不过生长环境特殊，采摘困难，生产的产量也很低，所以价格高也是能理解的。帮我包起来吧。得嘞。郡主，云小姐说赤炎藤就在这儿。喂，你们家赤炎藤呢？姑娘来的不巧，本店就剩这最后一株赤炎藤，已经被这个姑娘先要了。您要不再去别处问问？没眼色的东西，连我们嘉宁郡主都不认识吗？什么叫再去别的地方问问？原来是楚宣帝包姐，安和长公主的独女。话本里，她和云溪月交情颇深，云溪月还会被长公主收为义女，成了慕容婉瑶的妹妹。哎，郡主，这赤焰藤呢已经被我买了，买卖已经达成，你也不必再为难这个伙计了。你就是西月说的云起？正是。一个冒牌货，抢了西月10几年的恩宠，还赖在侯府死都不肯走，如今倒还有脸出来抛头露面。郡主的记性可真好啊，连这点小事都记得。那看来郡主是不是没什么正经事？你敢顶撞我！哎呀，我这个人啊，你也是知道，口碑不太好。我只是说了一些词真意切的话，公主要是介意的话，你可以骂回来呀。我可不会像西月那般好性子，不会任由你予取予夺。伙计，他花了多少银子买你这赤炎藤？我出10倍。回郡主，云小姐花了20两黄金。我出200两。说再有人不服，想再叫价，无论他出多少，我都多出10倍。一个20两，一个200两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药铺要把这东西卖给谁。赤炎藤难得，若按这规矩，自然价高者得。云小姐，您可愿与郡主竞价？郡主，1掷千金，当然是给郡主了。200两，够买10几根赤炎藤了，我才不当冤大头。这下可好，终于能把七哥哥的腿治好了，顺便还可以给西月出口恶气。这人呀，贵在有自知之明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可千万别伸手。小姐，这赤炎藤被郡主抢了去，你那位朋友怎么办？谁说他买的就一定能得到了？伙计，我帮你们寄生堂促成了这么一大笔生意，还让我白白到手的赤炎藤拱手相让了，难道你们就没什么表示吗？此事确实是我们寄生堂对不住你。这样吧，本店的其他药材，云小姐想要什么尽管提，就当是白送给您，作为补偿。哦，当真如此？
小姐，你可真厉害！如今这局面，竟像是郡主花了钱替你买了这么多珍稀药材。走吧。小姐，翠仙楼果然名不虚传，奴婢都吃撑了。哎，着火了！有人马车着火了，救火呀！啊，小姐，许是嘉宁郡主的马车吧？被风闪了吧？嘉宁郡主，小二，麻烦问一问，外面是何处着火了呀？好嘞，这位小姐打听清楚了，起火的是嘉宁郡主的马车。退下吧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是郡主的马车着火了？郡主的马车是樊天木所制，遇到酷暑本就易燃，再加上药店外面撒了一些硫磺，与车轴摩擦必定起火。原来如此，就他仗势欺人，抢小姐的药材，现在估计都成灰了吧？小姐，你哪儿来的？我早就猜到会起火了，刚在饭店的时候，我就趁乱让人从车里取回来一些。我不拿也会被烧尽，还不如给我用，物尽其用嘛。都看什么看？还不快散开！散开啊！对了，快去马车上看看，我刚刚下来的时候那把赤焰藤拿上，你快去马车上找一找，看还在不在。郡主，车架都被烧穿了，那赤焰藤肯定被烧成灰了。害我！我花200两黄金买的赤焰藤，还没捂热呢，还没交给卓七哥哥呢，就没了。确实如此，你快去给我找呀！云姑娘，您来的正好。七公子把自己关在里面不吃不喝，已经3天没出来了。云姑娘，如果是您，公子定会愿意见。还求姑娘救救公子吧。把药箱给我，自己进去。是。拜托姑娘了。滚！都滚！我连死人都不怕，还怕你们？都给我滚！好了，别推我，别管，是好兵，我不下去。话本里只提到齐卓的腿是在皇陵被冻伤，如今看来，怕是还另有隐情。齐卓，醒醒！云起，别看我，君子不该失礼于人前。那我都看完了，你是不是要以身相许？云姑娘不觉得我这样很难看？在大夫眼里，没有美丑，只有病患。所以呢，有一些病患最不喜欢遵医嘱了。我最讨厌这种病人了。云姑娘，我虽然不在意病患的美丑，但我知道齐公子爱洁。等我喝完这杯茶的时候，齐公子快收拾好自己，不然我可就没耐心了。抱歉，云姑娘，今日让你见笑了。这是什么？我最近看了很多医书古籍，寻找了一个可行之法，就是用赤炎藤结合9味药材，碾成细面，做成热敷包，再配合子午流行针，活血通络，引火归元。云姑娘所说可是真的？我答应过你，治好你的腿疾。时间到了，咱们先热敷。别看，病人要做的
就是听话。我醒了以后，他在我面前永远都不要处于地位，哪怕只是对象敷衍。有点烫，乖。云姑娘，公子醒了吗？何事？太子殿下来了，说是要见您一面。不见，让他们回去。可是太子殿下此刻就在门外呀！说了不见就不见。是。云姑娘就不好奇，太子过来找我？听闻皇后所出的七皇子一直养在皇陵祈福，最近才被接回皇城。看来那位七皇子玩心很重，不愿意回宫。云姑娘果真耳聪目明，齐某在你面前都没有秘密了，那你就不好奇七皇子为何不回去？我可是很有职业操守的啊，从来不打探患者的隐私。我还以为云姑娘会劝说齐某回宫呢。我为什么要劝你啊？你要是不问我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提起。齐某看得出来，你所图非小。若是我恢复了皇子的身份，对你更加有利。你倒真不劝我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能劝任何人原谅什么，或者是放下执念，或是仇恨。我不会劝你的，我只希望你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曾以为会永远孤身一人，没人懂我，连兄长也只懂表面，可他却轻易道出我的一切。我那在宫中的父皇已经下了2道圣旨召我回宫，但之前我都以腿疾为理由，让我给拒绝了。我想回宫，恢复我皇子的身份。为何？因为我想当你的底牌。那你可以试一试，因为想当我靠山的人很多的。好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记得按时服药施针。小姐，那是裴相的马车。这么巧，高岭之花，我都要亲手把他从神台上拽下，看他还能不能端得住不染纤尘的架子。随和，这些日子我吩咐给你的事都做了吗？小姐您放心，自打您头一回交代，奴婢便一直记在心里。这快1个月了呀，从未出过差错。帮我把这封信送到裴府。是。慢点儿。小姐，你醒醒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总算醒了。方才我们正要去慈幼院，您突然晕倒，吓死奴婢了。慈幼院，梦里我正是在慈幼院，还结交了2个贵人。梦里我还被封了郡主，根本没有云起的事，为什么现在都被云起抢了？小姐，你要带这么多东西去见裴相吗？谁说我要去见裴相？这些是我带去慈幼院给孩子们的。您不去？您昨晚不是让奴婢传信，约了裴相去城外山上的清风亭？2年前他当众拒绝我，让我丢脸。现在我让他等一等，怎么了？
画本里，云溪月会在雨天前往慈幼院，先后结师长公主和陪相，不愧是天命女主，天赐机缘。可惜啊，我从不信什么天命，我来了这儿就都是我的。走吧。是。云小姐，公公因何事而来啊？是陛下让奴才来宣读圣旨的。永安侯府养女云起接旨：圣谕云家云起于皇后遇险之际，临危不乱，挺身相护，救驾之功甚著。朕念其忠勇，特赐封为县主，准享相应仪制，以彰其功。钦此。臣女领旨谢恩。有了县主身份，也算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。在梦里享受一切赞誉的明明是我，为何成了云起？为什么你什么都要抢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！小姐，你怎么了呀？自此，小姐，真千金云溪月一帆风顺，小姐，书中好男儿皆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她却选择嫁入东宫，母仪天下。而假千金云起被抛尸乱葬岗，死无全尸。什么声音？公主，你醒了。刚才你听书都听睡着了。就是这画本太无聊，我再为您吹一曲吧。我又回来了，难道是梦？